家好，我是文清。那么中风呢，在马来西亚呢是第3大的死亡杀手。那中风的发病率呢，其实是比癌症还要高的。平均每4个人当中呢，就会有1个人呢中风，相对于癌症1对5的几率还要更高。而近期更发现呢，中风不再是长者的专属病例了，它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被中风盯上。那么大致上呢，中风呢可以分为缺血性脑中风、出血性脑中风和小中风。第一类缺血性脑中风又称脑梗塞，是血管阻塞造成脑部缺血而形成的中风。当一部分的大脑由于缺氧气的供应中断而死亡时，就会发生的中风。那这种中风呢，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通常呢就会出现脑部瘫痪啊，四肢无力啊，而且通常都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侧语言能力的失去，或者是视觉上甚至是可能会完全看不到，或者会出现有重叠的那个影子另外的症状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平衡困难，而这种缺血性的脑中风呢是最常见的，在马来西亚呢大概是占了75%到80%以上的。第二类呢是出血性脑中风，又称脑出血。那脑出血呢是血管破裂出血而形成的中风。在这种情况下呢，患者的意识呢会逐渐的下降出现非常严重的头痛甚至会有呕吐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病因呢可能是源自于可能有动脉瘤或者是有血管畸形或者是高血压等问题。那由于血块导致我们的脑内部的那个部分呢受到迫压，而引起脑部受伤，而导致身体的某一些部分或者是我们的思考功能会暂时甚至是永久失去功能。那整体而言呢，就是急性的出血性脑中风呢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另外一种中风呢，就是暂时性的脑缺血发作，那我们俗称为小中风。那么它的症状呢就跟中风一样，可以是在没有任何的征兆下突然就发病的，它可能是持续个数分钟甚至是可以去到1个小时这么久。那它的症状呢就跟中风很相似，那唯一不同的就是呢，这一些征兆呢就不需要治疗，它会自行的消失可是呢我们就千万不可以小看这些症状，因为暂时性的这些脑部缺血的出现呢，它会说明了我们脑部的血管的血流是存在很严重的阻碍的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个警讯。所以如果说我们完全置之不理，不去理它的话呢，最终发展成中风的风险呢就会非常的高。大概有15%的中风病人呢曾经经历过小中风的。那么有几个危险的因素呢，就会增加我们发生中风的可能性。那这些因素呢，就包括了一些可控的因素，还有一些是完全不可以控制的因素了。那令人比较欣慰的呢，就是1半以上的中风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药物，还有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加以预防和控制的。高血压呢，是脑中风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当我们的血压如果持续高于115跟75的时候呢，那中风的风险呢就会开始增加。那收缩压每升高10个mmHg， 那脑中风发病的相对危险性呢就会增加49%。那舒张压如果每增加5个mmHg 呢，那脑中风发病的相对危险性呢就会增加46%。高血压呢就会促进我们的动脉粥状硬化，造成那个斑块的形成。那斑块如果说破裂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脑血栓的形成，造成我们的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出现脑梗死的现象。那除此之外呢，长期高血压呢会使到我们脑部的血管发生缺血或者是变性我们的管壁弹性减弱等等的现象。那我们的血管壁呢，它的病变呢也会导致一些微动脉瘤的形成。所以当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这些变性的这些血管还有就是微动脉瘤呢就很容易破裂，而导致脑出血了。那由于高血压呢可以使中风的风险增加2到6倍因此我们在控制血压其实是可以很大幅度的降低中风的风险的。
吸烟是会使中风风险增加1倍。那吸烟呢，除伤害肺部之外呢，它其实还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壁啊，加速那个动脉的硬化，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的上升。那吸烟可能使到我们缺血性中风的危险性增高将近1倍，使到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增加2到4倍。那吸入二手烟呢，其实也会增加中风的风险的，但是呢，只要我们立刻停止吸烟，2到5年之内，中风的风险呢就会和从未吸烟的人相同啦。高胆固醇和超重的问题呢，也是造成这个中风的其中一个因素。成年人的胆固醇水平，如果说是能够维持在200或是200以下的话呢，是比较好的。那过多的胆固醇呢，就会沉积在我们的动脉壁上面啊，最终呢就会导致那个血管阻塞。那超重的话呢，或者是肥胖的话呢，也会增加我们整个身体的循环系统的负担，而且呢，很容易就引起其他的一些中风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等。那我们经常久坐的这种生活方式呢，也是会增加中风的风险的。中风呢，就重在预防。预防的核心，除了说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之外呢，还要控制那些高危因素哦。特别是我们在防治高血压这方面呢，要很注意啊。高血压是脑出血还有脑梗死的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因此，我们在控制高血压呢，是预防中风发生，还有它发展的一个核心的环节。那么高血压的一个常见的那个预防措施呢，就有比如说我们要限制食盐摄取量，还有减少膳食的脂肪含量，我们要减轻体重，要有适当的体育锻炼要戒烟，减少饮酒还有很重要，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还要提高我们身体的那个应激能力那如果说已经患上高血压的话，就要坚持有规律的，就是服用一些降血压药物等等的这些方式来预防或者是来治疗高血压的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还可以摄取富含抗氧化剂的饮食。那么抗氧化剂呢，就被认为是可以通过对抗自由基来帮助预防疾病还有改善健康问题的一种很好的一个营养品。那针对抗氧化剂的营养补充呢，那我本身就建议呢，我们可以每一天摄取富含多酚还有多种抗氧化物的葡萄籽萃取，来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抗氧化能力，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Omni Grape Seed Plus 是葡萄籽的加强复方，那么它就含有5大的抗氧化成分，包括专利的 Oxyphytate， 它荣获了美国 FDA 金牌的 GRAS 奖是最高等级的抗氧化配方，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去除那些多余的自由基。那葡萄籽呢是含有一种被称为原花青素的一个强力抗氧化剂简称 OPC。那么它的抗自由基的作用呢，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血管能够帮助软化血管，减缓动脉硬化，对我们的血压还有我们的心脏是有好处的。那么经过实验确认呢，专利的这个 Oxyphytate 葡萄籽萃取呢，就能够很有效的去提升我们血液中的这个 ORAC 的含量。那这个 ORAC 呢，也就是指的是抗氧化能力我们在这个 Oxyphytate 葡萄籽萃取当中呢，含有高达32%的这个 ORAC 的 OPC， 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能够帮助降血压，能够降低中风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红葡萄叶萃取。那我们含有的这个 Frutarom 红葡萄叶萃取呢，就富含多酚花青素还有白藜芦醇等成分，它能够提高我们皮肤的那个紧实度，而且呢，它对静脉曲张有着舒缓的效果。那卡姆果萃取呢，它的维他命 C 的那个含量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柠檬还要多出100倍，是属于世界上最高维他命 C 含量的食物能够有效的去帮助我们去预防癌症糖尿病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去很好的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巴西莓萃取呢，是在食用莓类中含有最高的那个ORAC 值的，它的抗氧化能力呢，比红葡萄素还要多出12倍它含有的这个多酚呢，是比红酒还要多出30倍的，它能够很有效的去帮助我们身体去除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少我们体内的那些坏胆固醇的那个指数。
那专利的 Lyconet 茄红素里面的抗氧化功能呢，就是以很高的，比普通的维生素还要多出很多倍，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身体的那个免疫能力，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添2颗 Omni Grape Plus 葡萄籽加强复方呢，就能够让我们加强我们身体的那个抗氧化能力，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健康年轻的血管，还有非常好的一个体魄的。